第4章回光调息，宗旨就是要以纯心的态度去实践，不必刻意追求验证，验证自然会来。初入静修时，常常会遭遇病痛、昏沉和散乱等问题，但只要掌握一个窍门，就能解决这些问题，那就是寄心于呼吸。呼吸是自己的心所产生的，心一动就会产生气，这些气就是心的化身。当我们念头迅速跳动时，妄念便会随之而来，而呼吸也会相应。因此，内外呼吸如同声响相随，一天有数万次呼吸，也就有数万次妄念。当我们的神识全部流失，就像木头一样死气沉沉。因此，不是要去消除念头和呼吸，而是要正确地处理它们，因为心和呼吸是相依相存的。回光加上调息，是这种处理方式的完整法门。其中，回光是使用眼睛来调和心灵，而调息则是使用耳朵。眼睛所看到的是外在的日月之光，而耳朵所听到的则是内在的日月之精。精即是光凝结而成的物质，由同一个根源发出而命名不同。因此，聪明都是从一个灵光中总体而来。坐着时，要让眼睛垂下来，定出一个规律，然后放下。但是如果一直想着要放下，那就恐怕不能做到。所以可以专注于听呼吸声，但呼吸的出入不可听得太明显，只能听到无声的呼吸。如果听到有声音，就会比较粗糙，无法进入细微的境界。因此要轻轻微微地专注听，愈放愈微，愈微愈静。久之，就会突然发现呼吸变得非常微细，这时候就可以确认真正的呼吸出现了，并且可以感受到心的状态。因为心越细，呼吸就越细，心一动，呼吸就会跟住动。要定下心，必须先培养呼吸的品质。因为心没有特定的地方可以入手，所以可以从调整呼吸开始。这就是所谓的纯气之手，它可以让人心猿意马，难以静下心来。但是大圣人懂得如何利用心气的交融，善于制定方便的方法来惠及人民。丹书中说，机能抱卵心常听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诀窍。这是因为鸡能孵化蛋是靠它的体温，它的体温只能温暖蛋壳，无法进入蛋内，所以需要通过心来引导气进入，这就是心常听。当心一心注于此时，气也会进入其中，蛋就会得到温暖而孵化。因此，母鸡虽然有时会出门，但它总是保持着耳旁听的姿势，他的精神始终保持着集中。精神始终集中，是因为他的心已经死了。如果人能让心死去，元神就会活跃起来。死心并不是指变得呆滞，而是指专注于一个事物，不分心其他。佛经上说，心一旦专注于某事，就无所不能，心容易跑偏，就要用纯净的气来调节。气容易浮躁，就要用细心的心来调节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自己保持稳定。大致上，昏沉和散乱是两种疾病，只要通过静坐，每天不间断地进行，就会有大的休息效果。如果不进行静坐，即使有散乱的症状，也不自知。一旦知道了散乱的情况，就已经是解决散乱的机会了。不知道的昏沉，才是真正的昏沉。知道了的昏沉，不完全是昏沉，清明也在其中。散乱是指心神飞驰不定，昏沉是指心神不清晰。
散乱容易治疗，而昏沉很难治愈。举例来说，就像身体有疼痛或痒的症状，可以用药治疗，但昏沉则像是麻木不仁，治疗起来困难。散乱可以收敛，整理心神，但昏沉就像迷迷糊糊，茫茫然，完全是靠肉体在运作。散乱还有魂在，但昏沉则完全由纯阴之气所主导。当你在静坐时，想要睡觉，就是昏沉的状态。如果要去除昏沉，只有调整呼吸。尽管出入的气息不是真正的气息，但真正的气息出入也是从这个气息中发现的。静坐时要使心静气纯，如何使心静呢？要注重在呼吸上，呼吸的出入只让心自己感知，不可时而听见。如果听见，呼吸就会变粗、变浊，最终会昏沉想睡觉。这是自然的现象。虽然心要用在呼吸上，但也要善于运用，即使不用也是用，只需要微微的自我观察即可。所谓微意是什么？就是眼光自我观察，眼睛只看内部而不看外部，不看外部，但是还能清晰地看到内部，这就是所谓的内视。内视是不存在的实体行为。那什么是听呢？就是耳光自我听，耳朵只听内部而不听外部，不听外部，但是还能清晰地听到内部，这就是所谓的内听。内听是不存在的实体行为，听者听到的是无声的声音，视者看到的是无形的形体。眼睛不看外部，耳朵不听外部，就会闭目内视、内听，既不外放，也不内钻，这样心神就不会昏沉。这就是所谓的月交金交光。感到昏昏欲睡的时候，不妨起来散步，可以使头脑清醒。早晨时阳光明媚，坐着点香薰可以更好地提神醒脑。过了中午，人们的事情比较繁忙，容易感到疲劳和昏昏欲睡。不过不一定要使用香薰，只要多方面注意，比如经常活动身体，避免久坐不动，就可以避免昏昏欲睡和困倦。